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月亮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就把你丢回40亿年前，去解开一个围绕我们新生太阳的混沌故事。在那时候，行星们正逐渐安定到我们现在熟悉的轨道上。咱们都知道，地球只有一个小弟月亮，可这月亮看起来属实有点惨，浑身都是伤。显然，它被撞击过无数次，每次都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力，留下的陨石坑大到我们抬头仰望夜空都能看见。但这可能不是一场漫长的围攻，不是宇宙对月球伤痕累累的表面进行的缓慢轰炸，而更像是一场闪电战。月球表面的证据表明，这些撞击可能都发生在一段从宇宙尺度来看短得惊人的时间里。一大批陨石如末日暴雨般席卷月球，疯狂坠落。科学家们把这个事件称为晚期重轰炸。虽然这还只是个理论，但那段历史肯定极具毁灭性，而且还带来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后果。它甚至可能是我们如今能存在于此的原因。可要是这事儿真发生过，那原因是什么呢？既然月球都被砸得这么惨，地球又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呢？阿波罗宇航员从月球带回的岩石道出了一个惊人的故事。宇航员们带回的样本里有撞击熔融岩，就是被陨石撞击后过热变成岩浆，后来又慢慢冷却成固体的岩石。不过虽然阿波罗团队从月球近侧的不同区域和陨石坑收集了这些重新凝固的岩石，但几乎所有岩石的年代都能追溯到大约41亿到38亿年前，很少有更古老的撞击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不知为何，在这大约5亿年的时间里，坠落到月球的陨石数量出现了异常激增。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为晚期重轰炸。这个观点存在争议，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这就是基于有限证据的科学辩论的本质。我们不常去月球收集更多样本，所以很难说是不是有什么过程干扰了我们的判断。但如果晚期重轰炸真的发生过，那原因会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想想太阳系形成初期的状况。众所周知，我们的太阳系是46亿年前由一团不断吸积的星系尘埃和物质形成的。这些物质围绕着一个引力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后来就成了太阳。引力扰动让一些尘埃聚到一起，一旦开始聚集，每个更大的物质球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越大的团块引力越强，就能吸引更多物质，让自己变得更大。在这个时期，构成我们整个太阳系的巨大旋转物质盘已经聚集成了星子，这些星子又相互吸引、碰撞，形成了我们如今熟知的行星。在短短1亿年内，行星吸积过程就把太阳附近几乎所有物质都聚集起来，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类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其中一次撞击形成了我们的月球，一大块熔融岩石被抛射到太空中，形成球体后冷却下来，从此一直绕着地球运行。那时这些行星之间还残留着一些零散的物质，如今还有一些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绕太阳运行，但这个过程基本上已经清理干净了内太阳系的所有物质。可按照这个说法，按理说一开始撞击会多一些，之后会越来越少，而不是突然激增。那为什么41亿年前会突然出现大量撞击，把月球砸得这么惨呢？这成了困扰科学家的一大难题。疑点指向了木星，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其质量是其他所有行星总和的2倍多，而且是太阳系形成时最早形成的行星之一。人们认为木星的某种行为是解释晚期重轰炸理论提出依据的关键。木星并非一直都在距离太阳 7.68 亿公里的轨道上运行，起初木星向太阳内侧移动，大概到了现在火星运行的位置，那时火星和其他内行星还没形成，之后又改变方向向外退去。这一切可能发生在短短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内。是什么让木星这样运动呢？简单来说，就是它和土星的关系。木星形成时，我们正在形成的太阳周围还有大量气体在旋转，这些气体拖着木星向新形成的太阳系中心移动。土星形成后也加入了这场向太阳靠近的死亡之旅。然而这2颗新形成的行星因为引力相互绑定，土星在后面突然一拉，足以阻止木星继续向太阳系内侧移动，还轻轻把它拉回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轨道。但这场移动并非毫无影响，说真的，简直是影响巨大。我们的小行星带有着100万到200万颗小行星，但这可能还不到曾经存在于那里的物质的1%。所以
当木星带着它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引力扫过这里时，很多天体的轨道都被扰乱了，不少天体开始向内太阳系坠落。2种类型的小行星被卷入了这个过程，分别来自内太阳系和外太阳系。这个情况后来变得非常重要。小行星并非都一样，你可能听说过 S 型和 C 型小行星。S 型小行星是实质小行星，来自内太阳系，主要由硅酸盐材料和镍铁构成。它们比较干燥，因为来自离太阳较近的地方。C 型小行星，也就是球粒陨石小行星，是最常见的，也是太阳系中最古老的天体之一。它们来自外小行星带，含有大量后来对地球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水。所有这些小行星都开始坠入地球所在的太空区域。所以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月球被疯狂轰炸时，地球能逃过一劫？答案是，地球并没有逃过。就我们地球而言，这个时机至关重要。那时，地球表面已经冷却，形成了更稳定的地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岩石圈。这层地壳隔绝了下方岩浆的巨大热量。当时地表附近的岩浆比现在热得多，大约有1600度，而且流动性更强。铁等较重的元素已经沉向地核，地表留下的是较轻的元素和矿物。当小行星像雨点般砸向地表时，它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元素和矿物，这些都成了地表的一部分。现在人们认为，我们如今在地表发现的许多重要矿藏，比如铅、镍、铜、金等金属矿都是这样来的。不过，比这些珍贵金属更重要的是水的到来，大量的水。要是这些水来得更早，那时地球表面更热，还无法维持大气层，那么大部分甚至所有的水都会逃回太空，地球可能就会变成像火星和月球那样的干旱沙漠。40亿年前，地球被撞击得一片混乱，周围是有毒的甲烷和氨气大气层，下方是正在凝固但不稳定的玄武岩至地表，这种岩石呈深灰色，近乎黑色。小行星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把地表砸得四分五裂，炽热的岩浆从裂缝中喷涌而出。与此同时，蒸汽腾腾的海洋正在形成，进一步冷却着正在演化的地表。那真是一幅地狱之火与硫磺的景象。部分由于地表这种在液态岩浆上漂浮不断翻腾的特性，我们如今看不到这些撞击留下的陨石坑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岩石圈碎裂成许多小板块，它们的移动和循环速度比现在快得多。这些早期岩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岩层大致标志着冥古宙的结束，到那时，地球遭受的这种剧烈撞击可能已经停止了。冥古宙的结束也标志着地球精彩历史新篇章的开始。生命的故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如何演化的。生命的诞生需要关键的基石、碳氢化合物和其他复杂分子。什么样的条件能孕育出这种有机分子浓汤呢？有趣的是，虽然人们对晚期重轰炸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这个理论确实有助于回答这个关键问题。现在我们知道 DNA 和 RNA 的5种基本构成成分都存在于太空中，而且在陨石上被发现过。不过，如今我们看到的那些在夜空中燃烧进入大气层的陨石，根本无法把像这些分子这么脆弱的东西带到地球表面，它们在到达平流层之前就会燃烧殆尽。但当太空里的大型天体带着水和冰砸向我们新形成的地表时，它们很可能为地球带来了一些让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成分。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生命就是在这场轰炸即将结束、新的海洋形成之时开始出现的。在地球上，要找到能证明或反驳晚期重轰炸理论的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太少了。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如此热衷于研究月球上可能存在的线索。月球上的证据保存得这么好，是因为和地球不同，那时月球表面已经相当稳定，没有像地球那样的地表翻腾和循环，所以陨石坑得以保存。而且月球表面不会受到风化侵蚀，没有海洋去冲刷，没有风和酸雨去磨损岩石，覆盖在月球表面的尘埃是几十亿年前那些剧烈撞击后留下的粉碎岩石，一直没被扰动过。地球上也有一些陨石坑，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巴林杰陨石坑，但它的年代只有5万年。至于晚期重轰炸时期的陨石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就算有些陨石坑没被完全侵蚀，可能也被后来的沉积物或熔岩流掩埋了，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它们。
多亏了阿波罗任务带回的惊人的382公斤月球表面岩石，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才得以推进。对这些岩石样本的放射性测年表明，它们最后一次融化是在大约39亿年前的一个短暂时期内。这与我们认为地球和其他内行星遭受小行星轰炸的时间相符。你们在月球上看到的那些大型陨石坑，就是小行星撞击表面后熔岩流涌出形成的。那些在晴朗夜晚能看到的标志性平滑陨石坑就是这么来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随着分析技术越来越精密，人们对这段小行星活跃期的时间、尺度和持续时间提出了质疑。一些测年上的不一致表明，这些陨石坑可能是在更长的时间里形成的。从形成类地行星的吸积过程开始逐渐减少，而不是集中在某一段时期。科学家们能从阿波罗任务中获得的样本仍然有限，因为这些样本只来自几个精心挑选的地点。未来的任务带回更多样本后，有望解决其中一些争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尔忒弥斯任务最早可能在2026年让人类再次登上月球。我已经等不及想看看这会带来什么新发现了。晚期重轰炸理论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解释，但它讲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与我们对月球和地球以探索区域的观察相吻合，而且它还为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曾经是一个熔融岩石球的地球，表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水呢？不管这个故事最终是否正确，下次你烧开水或者在海边玩水时，或许会想起这些水来自何方，想起这一切的发生时机是多么幸运。正是这样的时机才让水流了下来，造就了一颗如此适合生命存在的行星。感谢你的观看，这里是老胡探秘社，我们下期再见。